阿忠同学你好。你好。那今天有什么样的情形是想要来諮商中心呢？我最近在找工作上，蛮有困扰的，就是我不太确定知道，就是自己要什么样的工作比较适合我。对。那这样子的困扰大概有多久了呢？从跟朋友谈到这件事之后，大概有2个月之久了吧，就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很有方向。对。那你有没有想想看，说你是读哪一方面然后你同学又做哪些事？我是商学院的同学，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之前都有去实习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对这方面其实好像就很明确有一个目标。但我之前有其他的规划，所以就没有去实习，所以我没有机会去探索到这个方面。所以你刚刚说你为了这个要找工作的方面已经有一些时间，还是你听到同学有一些实习的经验，而且比较目标明确，那这样子就让你更慌更不舒服。对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就是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，然后他们在跟我谈的时候，我会更感受到我自己对工作的不确定跟迷茫的感觉，这让我非常的焦虑跟不舒服。那你们讲看说，你为了这个找工作，你现在做了哪些事，然后让你更倾向能够找到工作？我自己是有去求职网站上就浏览一些工作，然后大概看一些工作的内容，可是即使在这样之后，我也并没有觉得就是比较有一个确定的感觉，我还是觉得在找工作这方面蛮迷茫的。那你有没有想想看说，你期待未来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情形？那至少比较接近你想要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就是比较创新一点，比较具有弹性一点的工作，会让我觉得比较舒服，比较可以发挥自己的感觉。其实我自己在20年前，我也是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是在想说，那我未来要做哪一种工作？那其实我也丢了履历，也有一些茫然，就是可能被回绝，所以你的情形我可以理解。我们想说，在这边未来会有几次的机会，大概4到6次，那我们来找机会来厘清。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，你这些不舒服会不会是因为你不晓得你自己要怎么样做下一步，或是怎么样开始想你要怎么做？你的想法？我自己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继续下去。对，所以这也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迷茫跟困扰的感觉。没有错，其实实习有这个课是为了要帮助同学提早进入职场，然后用一个暑假或者是一两个学期去探索。因为你没有这个实习课，所以的确会比较让你这个现象。你现在可以怎么做来补足？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先挑选部分可能有兴趣的工作，然后先去试着了解它产业的内容嘛。也就是说，至少知道一个方向之后去投履历，然后再看有没有一些结果。如果有可以去，然后就在那边一边做一边当做实习，然后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那个产业，顺便去了解整个的产业结构。是，我觉得这可能会对我找工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明确的方向。OK， 谢谢哦。谢谢。刚刚的这一段对话显示说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用的是个案中心疗法，也就是个人中心疗法。它强调点第一个就是真诚一致。治疗师在一开始就是要让案主知道说，其实治疗师并没有去评断他，治疗师对案主跟对自己都是非常的真诚，而且也是一致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积极的关怀，就是对案主不会去设定说哪些东西有做到没做到，没有做到的时候就是去看不起他，或者是一定要他能够做到，而不是他事实上呢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去关怀他，去接纳他，
然后让案主呢可以在这个圆融的环境当中跟气氛当中，能够体验到其实自己是被接纳。再来就是说他的所求跟自己的现况如果有落差，或是情绪的状态有落差，那他会找到方向来慢慢自己补足。这个是个人中心疗法他一直强调的。再来第3点呢，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同理心运用。正确的同理心运用是个人中心疗法里面它最重要的重点。透过同理心，那同理心就是案主的原本的情绪状况跟所讲的内容原本的反映给他，然后在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初层次同理心，简述语义加情感反应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高层次同理心，这是在比较后段的时候，就是情绪反应之后呢，那再问他，那你是不是因为感到不舒服，而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怎么做或怎么想？那案主里面就会开始去找说，那他可以怎么做或怎么想？那事实上是可以补足他之前的情绪的失落。这个样子的辅导就可以让案主自自然然的跟上跟改善，而不是由治疗师来 push 他，推促他，而是由让案主自己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落差，那希望能够圆融跟一致，那他自己就会慢慢能够做到。这个是个人中心疗法所强调的。